今天在野要跟大家聊聊中国经济这趟浑水。实话实说，现在中国经济可是要完犊子了。从房地产崩盘到出口企业倒闭潮，再到实体店铺关门大吉，餐饮业哀鸿遍野，整个经济形势可以说是一片惨淡。在野敢打赌，接下来的日子只会更难过。专家们都在猜测下一个倒霉蛋会是谁，汽车行业还是老百姓的钱袋子，咱们拭目以待吧。先说说中国的电商巨头们，阿里巴巴业绩不佳，京东勉强维持，拼多多也没那么风光了。这些曾经的互联网明星企业，现在股价暴跌，市值蒸发了约550亿美元，这太吓人了。那咱们再来看看汽车行业，汽车业很可能是下一个被打趴下的。为啥？且听在野给大家掰扯掰扯。首先，中国政府一直在用补贴政策撑起电动车产业，但是很多车企还是亏得裤衩都快没了。要是补贴政策撑不下去了，这些企业可就要倒闭或者被吞并了。更要命的是，中国的电动车和自动驾驶技术现在在国际上可是遭到封杀，这意味着啥？大规模裁员啊，兄弟们！再来聊聊更吓人的事儿。随着经济寒冬越来越冷，中国老百姓的钱袋子安全可就成问题了。想想看，中国人的积蓄不是存在房子里，就是存在银行里。可现在呢，房地产开发商们看起来富可敌国，实际上负债累累。就拿恒大集团的许家印来说，表面上风光无限，实际上债台高筑。要是房价暴跌，开发商资金链断裂，那银行可就要变成负资产了。到时候整个金融体系都有可能崩溃。要是银行真的倒闭了，中国政府可没那个能耐全额赔偿存户的损失。就拿河南农村商业银行那400多亿人民币的暴雷事件来说，政府只对一小部分存款在5万元以内的储户进行了赔偿，其他人的血汗钱至今还没着落呢。兄弟们，这种情况以后可能会在全国蔓延啊！说到这儿，再也还得提醒大家一件更可怕的事儿。比房价崩溃更吓人的是啥？是房子的质量崩溃。中国号称70年或50年产权的房子，说不定30年就成危楼了。为啥房价肯定撑不住？再也给大家掰扯掰扯。首先，中国人口14亿已经到顶了，以后需求只会越来越少。再说，城市化率已经达到65%，跟发达国家差不多了，增长空间不大。更要命的是，老龄化问题严重，到2035年可能达到30%，到时候退出市场的房子只会越来越多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中国手里的房子库存太多了，有60亿平米闲置着呢。这还不算，2020年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达到50平米，都赶上发达国家水平了。同年新建房产20亿平米，占全球新建住宅面积的1半，这也太离谱了。最后，再告诉大家一个吓人的数字：房地产商负债率高达90%，杠杆率实在是太高了，没法再加了。这么多因素加在一起，房价能不跌才怪呢。说白了，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所谓奇迹，其实就是2招：一是把产能卖给全世界，赚发达国家的钱；二是全民炒房加杠杆，把老百姓未来30年的钱现在就花了。这种繁荣能持续才怪呢。最近，汽车行业也开始显露颓势了。奔驰悄咪咪地退出了跟深圳腾势的合作，把股份全部卖给了比亚迪。这可是个大信号啊！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数据显示，今年6月份汽车经销商的库存预警指数超过60%，远远超过了警戒线。股市上，包括排名第1的中升控股在内的汽车经销商股价一路走低。更惨的是，曾经年销量接近100万辆、营收过1000亿的广辉汽车，因为股价连续20天低于1块钱，已经触及退市红线了。
中国政府一直用补贴政策推动电动车产业，导致大批新能源汽车厂商蜂拥而上。但现在看来，即使有政府补贴，很多企业还是亏得厉害。要是没有补贴，这些厂商可能马上就得关门大吉。再加上中国的电动车和自动驾驶技术在全世界都被封杀，汽车行业接下来可能会出现大规模倒闭、兼并和裁员。更要命的是，在经历了一波惨烈的价格战之后，宝马、奔驰、奥迪、广汽丰田等外资或合资企业纷纷宣布退出降价大战，开始在中国缩减生产规模。欧美国家还宣布要对中国电动汽车大幅加征关税，这简直就是雪上加霜啊！说到这儿，再也还得跟大家聊聊一个更吓人的趋势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非必要不消费了。这可不是个好消息啊！先看看外国品牌在中国的表现。最近3个月，他们在中国的销售额下降了将近1/4，对中国市场的前景相当悲观。法国美妆品牌欧莱雅预计，今年上半年在中国的销售额增长会下降2%到3%。就连保时捷也说，今年上半年在中国的销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/3。欧莱雅的老总叶红木直言不讳地说，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消费者信心仍然非常低迷的国家。就业市场不景气，很多人把积蓄都投在房地产上，可房子现在已经大幅贬值了。国产品牌的日子也不好过。上汽通用今年上半年销量腰斩，亏了22.7亿元，去年同期还赚了5.3亿了。上汽集团的利润直接跌了80%多。东风、广汽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。根据乘联会的数据，上半年主流合资品牌的销量只有294万，市场份额降到了29.9%。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电影票房。今年暑期档票房可以说是爆冷，虽然总额达到116.43亿元，但比去年同期下降了43.5%，比疫情前的2019年更是下降了65%。如果不算疫情严重影响观影的那3年，今年暑期档的票房是2015年以来的最低。有人可能会说，是不是因为今年的电影不够好？错，今年暑期档上映的新片数量是最近6年的新高，一共有144部，总放映场次3824.7万，平均票价40.8元，跟去年持平。问题是，愿意掏钱进电影院的人变少了，场均观影人次只有7.5，连疫情期间的2022年都不如。这个信号可了不得呀！40块钱的电影票，说高不高，说低不低，但愿意买票的人变少了，这说明人们口袋里没有多余的闲钱了，连看个电影都要精打细算。调查显示，大部分观众都在理性消费，只有高收入群体或者重度观影者表示会增加电影消费，但这部分人连1/4都不到。原本指望的报复性消费呢，在2024年可是碰了一鼻子灰。距离走出疫情才2年，消费不仅没有反弹，反而变得更加理性了。看看北京和上海的数据就知道有多惨了。北京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餐饮企业的利润暴跌了88%，利润率低得可怜，只有0.37%。上海6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滑9.4%， 7月份同比下滑6.1%。这2个一线城市可是中国经济的领头羊啊，他们的变化很能说明问题。今年上半年，中国餐饮业的增长率首次降到8%以下，不算疫情期间，这是自2010年以来的头一遭。他们认为，公众对可支配收入前景的不确定性，加上房价下跌，导致家庭财富缩水，会让消费者减少非必要支出，或者转向购买更便宜的产品。这种趋势不光是在餐饮业、服装、化妆品和珠宝等非必需品行业也都遭殃了。非必要不消费，这可是要命的节奏啊！
需求还在，但人们愿意付的价格变了。蜜雪冰城的4块钱柠檬水在国内大卖，反而是15块钱一杯的奶茶显得不合时宜了。这说明消费情绪低迷，大家都在精打细算。消费降级的大潮来了，谁也挡不住。就连海南这个全球最大免税区之一，化妆品销售也在大跌。今年上半年，消费者在眼线和乳液上的支出比去年同期减少了40亿元。上海最近出台了以旧换新的补贴政策，个人买符合条件的家电、家装、家居和适老化产品，可以按销售价格的 15% 获得补贴，单次最高2000元。但这次的补贴主要集中在家电和家具上，对餐饮和其他社会消费的补贴还是很少。从全国来看，虽然多次呼吁要增强家庭消费能力，但真正落实到具体措施的，到现在还没出现。现在已经9月了，今年只剩3-4个月了。虽然不排除年底会推出一些消费券来刺激消费，但可能性看起来不大。从老百姓这边来看，非必要不消费的习惯已经根深蒂固了。从2020年初到2024年1月，中国家庭往银行里净存了 58.24 万亿元，其中 82% 都是定期存款。这4年新增的存款总额相当于2009年到2019年这10年的总和。这2个数据都说明，现在人们对未来很担心，消费信心低迷得很。为了刺激消费，政府也不是没有采取措施。今年采取了降低存款利率、下调房贷利率等措施，但效果还是很有限。降低的存款利率也没挡住人们往银行里存钱的热情。今年前7个月，人民币存款增加了 10.66 万亿，其中家庭存款增加 8.94 万亿。按这个势头，今年家庭存款很可能又会突破10万亿元。这波存款潮看来还远没到头呢。现在的银行存款利率虽然降到了新低，但还是像个吸金巨兽，吸引着市场上越来越多的钱。当越来越多的钱都流向银行的时候，市场上的流动性就会越来越低，经济活力自然就会下降。这种情况下，中低收入群体可能还会面临更严峻的就业形势。至于供需平衡，那更是短期内难以解决的大问题。非必要不消费，这是人们对未来不看好、没信心的表现。对个人来说，这可能是最明智的选择，但对整个经济来说，消费低迷会降低经济运行的活力，最终形成恶性循环。要想打破这个僵局，还得从消费层面下手。但是，消费主义的陷阱还没到，中国就先掉进了不消费的陷阱。各位老铁们，这形势可不乐观啊！中国人得未雨绸缪，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啊！说到这儿，再也还得给大家分析分析，为啥中国经济会陷入这么个泥潭。首先，中国这个经济增长模式本身就有问题。过去几十年，中国靠着廉价劳动力和资源消耗，搞了个世界工厂出来。但是现在呢，人工成本上涨了，环保压力大了，这个模式可就不灵了。再说说房地产泡沫。中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，一直在搞土地财政，地方政府靠卖地赚钱。结果呢，房价飞涨，老百姓背上了沉重的房贷，消费能力自然就下降了。现在房地产市场崩了，地方政府没钱了，银行坏账增加了，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吗？还有，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出了问题，制造业占比太高，服务业发展不足，高端制造业和核心技术又被卡脖子，低端制造业又在向东南亚转移，这可真是上不去下不来，左右为难啊！最要命的是，中国的人口红利也没了。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，劳动力成本上升，消费需求下降，养老压力加大，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，简直就是一个死结呀！说到这儿，
再也不得不提一个更吓人的趋势，大家对未来的预期越来越悲观了。你看看现在的年轻人，躺平、摆烂、佛系这些词可不是白来的。他们觉得再怎么努力也买不起房，找不到好工作，干脆就不努力了。这种心态一旦蔓延开来，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可就大了去了。再看看那些有钱人，他们也不敢花钱了。为啥？因为担心政策变化，担心资产缩水，担心被割韭菜。结果呢，钱都存银行里了，实体经济哪来的活力？再也听说现在很多中小企业主都在考虑关门歇业了。一方面是订单少了，另一方面是各种成本上升，利润空间越来越小。他们宁可把钱存银行里吃利息，也不愿意冒险投资了。这种情况下，就业市场能好得了吗？说到就业，情况更是一言难尽啊。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又创新高，但是好工作却越来越难找。很多人找不到工作，只能选择考研或者考公务员。可这么多人挤公家的饭碗，长远来看，对经济发展能有好处吗？更别提那些外企了。你看看最近撤离中国的外企名单，贝恩资本、捷豹路虎、空中客车、斯泰尔动力、雀巢、阿迪达斯、耐克、微软、甲骨文、SAP、亚马逊、Zara、H&M、优衣库，这哪是撤离呀，简直是集体出逃。这些外企一走，不光是就业机会少了，更重要的是，它意味着国际资本对中国市场失去信心了。没有国际资本的青睐，中国的经济转型还谈何容易？再说说中国的出口吧，原本指望着出口能拉动经济增长，可现在呢，美国、欧盟都在搞去中国化，各种贸易壁垒层出不穷。就拿电动车来说，欧盟已经开始调查中国电动车是否存在补贴行为，美国更是直接加征关税。这以后中国的出口还怎么搞？现在的情况是内需不振，外需萎缩，投资乏力，消费低迷。这4驾马车都瘸了腿，中国经济这辆车还能跑得动吗？有人可能会说，没关系，中国不是还有数字经济吗？确实，近年来中国在数字经济方面发展很快，但是再也得提醒大家，数字经济也有隐忧。首先，数字经济的就业吸纳能力有限，你看看那些互联网巨头，动不动就裁员。再说了，数字经济需要的是高技能人才，那些低技能劳动力怎么办？其次，数字经济的增长也面临瓶颈，用户规模见顶了，流量红利没了，新的增长点在哪里？再说了，现在各国对数据安全越来越重视，跨境数据流动受限，这对数字经济的发展肯定会有影响。最后，别忘了，数字经济说到底还是要依托实体经济。实体经济不行，数字经济能好到哪去？说到这儿，再也不得不提一个更大的隐忧，社会矛盾的加剧。经济不景气，失业率上升，贫富差距拉大，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，社会矛盾肯定会加剧。你看看最近的新闻，各种群体性事件不是越来越多了吗？再看看教育领域，双减政策出台后，培训机构倒闭了一大批，但是家长们的焦虑并没有减少。相反，因为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，很多家长转而选择更贵的1对1辅导，这不是本末倒置吗？医疗领域也是问题重重，医保基金收支压力越来越大，很多地方开始限制医保报销范围，老百姓看病难、看病贵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，反而有加重的趋势。养老问题更是一个定时炸弹，人口老龄化加速，养老金收支缺口越来越大。现在的年轻人不光要养孩子，还要赡养老人，自己还要为将来的养老做准备。这么大的压力，怎么可能有钱去消费？环境问题也不容忽视。虽然近年来环保力度加大了，
但是长期积累的环境问题，短时间内很难得到根本性解决。雾霾、水污染、土壤污染这些问题，不仅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，长远来看还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。最后，再也还得提醒大家注意一个问题：国际环境的变化。现在的国际形势可以说是风云变幻。美国搞印太战略，欧盟推全球门户，日本喊自由开放的印太，这些都是冲着谁来的？大家心里都清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企业想要走出去可就难了。一方面是各种贸易壁垒，另一方面是地缘政治风险。你看看最近的新闻，多少中国企业在海外遇到麻烦了。总的来说，中国经济现在可以说是内忧外患，问题重重。短期内想要实现 V 型反弹，恐怕是难上加难。各位老铁们，在野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能够清醒地认识当前的经济形势，做好心理准备。我们下期再见。